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阿明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问题：611万，新加坡总人口的新高，这惊人的数字究竟代表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最近感到地铁车厢更挤了，房租更贵了，路上小巷的熟悉感似乎也变少了？没错，但关键是这些表面变化不足以解释问题的背后，隐藏着更深的人口结构的真相，以及新加坡未来的重大挑战。屏幕上的611万不仅仅是一个数字，它是经济发展、社会老龄化、生育率低迷、移民涌入的综合结果。今天我们就从这些方面拆解其背后的故事。到底新加坡会迎来更多的机遇，还是前所未有的危机？别走开，接下来我们先从3重人口危机说起。第一章核心矛盾：人口结构的3重危机。1. 老龄化海啸，每5个人里有1位老人。大家知道吗？就在今天，新加坡每5个公民中就有1位老人，意味着全岛有超过20%的公民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。听起来没那么严重，我来告诉大家，这个比例在8年前还只有13%，增长速度是翻倍式的。而与此同时，新加坡公民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3.7岁，这不仅仅是亚洲最高之一，还意味着再有不到10年，这个数字会直逼1/4的人口是老人。想象一下，大量的老人需要医疗照顾和社会福利，而年轻人奔波工作，很多人还肩负着养孩子的任务，这种双重压力，三明治一代真的顶得住吗？更严重的问题是，这会深深影响新加坡的劳动力。一位学者曾直言不讳地说，新加坡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逐渐干涸，意味着我们不仅缺乏工人，还缺乏商业创新科技突破的黄金岁月人才。听到这儿，大家可能心里有了些疑问，那不是可以靠生育解决吗？多养点孩子就好了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就接着看这个问题。2. 生育率崩塌，为什么我们不愿生孩子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从表面来说，人口问题不就是要多生孩子吗？但问题是，新加坡人根本不想生孩子啊！新加坡出生率低得离谱，全年只有每位女性平均生育0.97个孩子，全球倒数第一。是的，我们甚至都没有达到1的水平，这还是过去10年跌出来的结果。因为早些年虽然生育也在下降，但好歹还有个1的小底线，而现在也保不住了。有人或许会问，为什么大家不愿生孩子呢？其实生育率低不是新加坡独有的问题，但在新加坡尤其沉重。我们具体说说生一个孩子的成本有多高。有数据统计，在新加坡教育医疗抚养一个孩子，全流程成本能高达50万新币。你没听错，是50万。一个房子的钱，你愿意拿去养娃吗？再加之房价飞涨，生活压力持续增加，甚至连社交文化也出现变化，比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，追求婚姻自由，或者干脆不结婚。数据显示，40岁以上女性没有孩子的比例在短短10年内翻倍，从6.7%到14.4%。种种因素累加，结果就是生孩子成为一种奢侈品，普通人望而却步。你以为只有年轻人压力大？其实更大的矛盾是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和外籍劳动力。接着往下看。3. 移民悖论，依赖外劳却引发社会焦虑。现在全新加坡的总人口里，公民占了60%，但却有近200万非居民，占比达到31%。这是谁带来的？答案就是大量涌入的新移民以及外籍劳工。但去年1年，新加坡新增了5.8万公民和 PR， 但这背后也埋下了社会的痛点，担心外劳抢工作，担心房价飞涨，担心本地文化消失。这些担心实际上早在2013年政府公布的690万人口与2030目标时就引发了强烈反对，甚至连 PR 的数量都出现辩论。去年引入大量 PR， 流失掉的 PR 人数却几乎抵掉新增的总量。政府左手增加，右手流失，竟然让总量变化停滞，仿佛你在填补一个漏底的水桶。增量和流失的矛盾非常现实，如果完全依靠移民补充人口，会不会最终让本地居民的感受越来越边缘化？这样的代价是大家愿意接受的吗？这里就没有一个简单答案了。接下来进一步谈谈新加坡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。第2章未来影响，经济存亡与社会代价。看完以上这些迷局，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难解？实际上，这些现状会很快传导到经济层面，让新加坡陷入更加复杂的风险。首先，我们说经济定时炸弹。新加坡的劳动年龄人口对老龄化人口的比例，从2010年的7.4:1跌到了2025年的3.3:1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说，青壮年劳动力每2人就要承担起1个人的社会责任，除了看护老人，还包括纳税缴医保，维持经济运转，这是巨大的压力。其次，社会裂痕开始凸显，高技能移民推高了房价，也带来了顶尖科技，但与此同时，低技能外劳正在和底层市民抢夺就业市场，尤其是在蓝领岗位上更加激烈。此外，教育资源也开始向移民家庭倾斜，一些本地家长甚至开始抱怨，连家门口的好学校也要和国际家庭争夺入学机会。种种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，可能削弱新加坡共同体的信任感。那么，新加坡还有解吗？我们来看看可能的政策与社会解决方案。第3章解决路径，
政策与社会的博弈。首先，政策调整正在尝试突破。政府近期已经缩短了 P2 审批流程到6个月，同时进一步放宽留学生申请 P2 的条件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轻活力的人才来定居。但别忘了，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始终受到族群比例和社会稳定的限制，因此可能只能小步快跑，逐步推进，避免激发更多反对声音。另一方面，社会也在尝试创新，比如未来有规划推出一些代际共居社区的住宅，让2代人能够一起生活，解决年轻人和老人的孤独问题，同时更加节约资源。此外，我们不能忽略科技的潜力，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正在崛起，也许未来机器人能够填补一些劳动力的空白，但这会带来技术落差和技能断层的问题，形成新的挑战。这些解决方案能否真正破解新加坡的人口困局，还是只是拖延时间的权宜之计呢？这里头还有太多悬念。第4章，新加坡的抉择，数量还是质量？好了，今天我们把问题聊到这里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：既然人口是命运，那611万的新加坡到底该选择追求更多人，还是更好的生活？不妨问问自己，你愿意多生几个孩子吗？移民政策带来的变化是否让你的生活感受到影响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见解，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指明新加坡未来的方向哦。人口是命运，但新加坡的命运不在数字里，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上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马上上新。